报小公主去丽妃宫里喂奶，喂完带回来给朕。被告知三皇子求见时，皇上正好在丽妃宫里用完午膳。朕知道了。这个节骨眼上，男主是来为贤妃求情的吗？丽妃，朕把洛洛带走了。走喽，去看看三皇子有什么事。去就去呗，瞅瞅三皇子现在到底黑化了没？怕于一落冷，皇上带着他去烧着炭火的清心殿，让人把三皇子带过来。儿臣参见父皇。你找朕是想让朕放了贤妃？儿臣不敢，今日来是有事想请教父皇。你问。皇上打开盒子，看了眼里面的东西。这盒子里面的东西，父皇还记得吗？咦，不为贤妃求情，反而还聊起了家常，这是坦白局吗？宝驹，你可得抓住机会啊！记得，是朕亲自送给你的礼物，你这是不喜欢，还回来给朕了。儿臣很喜欢，可母妃说玩物丧志，所以把它给折断了。父皇为什么独独把这柄木剑送给儿臣，却没有给太子皇兄？宝驹，好好聊啊，把你心里真实的想法告诉男主。宝驹，好好聊啊，把你心里真实的想法告诉男主，让他知道是自己误会你了。现在他还没黑化。你抓周时抓了一把剑，5岁时说长大要当一名保护百姓的大将军，所以朕给了你这个礼物。朕可不希望你玩物丧志啊！之所以不看重你，是想让你知道，锋芒毕露未必是好事。儿臣还是不明白，为何儿臣不能锋芒毕露，太子却可以？太子是未来继承大统的人，自然是越聪明越能安定人心。你不一样，你是皇子，一旦锋芒过盛，难免会被朝中的老家伙拉入党争。你应该不知道你母妃的身份吧？她是曾经的玉楼国公主，被送来和亲后没多久，玉楼国便被其他小国给灭了。所以父皇让儿臣藏拙，是担心母妃利用儿臣复国。三皇子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清心殿的。你要抱皇妹去哪儿？这小公主是想让三皇子吧？是要送皇妹回丽妃宫里吗？怪不得穿越女知三当三，男主长得可真是无可挑剔啊！对。丽妃见到三皇子抱着于一洛过来，还有些诧异。劳烦三皇子了，洛儿来，娘亲抱。三皇子和暴君聊了那么多，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，放他回去岂不是便宜了穿越女？他现在正脆弱，需要安慰呢。皇妹，放开皇兄好不好？乖一点。可恨，我这小身板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一个劲儿的傻笑犯蠢。要不给他个亲亲吧？三皇子，洛儿可能是舍不得你，想亲亲你。美人娘亲，你真的太懂我了。男主，赶紧低下你高贵的头颅，让我这个绝世小可爱给你香吻一枚。亲到了，希望这样你能开心一些吧。打算离开的三皇子脚步一顿，那道声音继续响起。现在只希望你回去别听杨欣洗脑。暴君好不容易张嘴告诉你一些事儿，若是被杨欣三言两语给挑拨了，我真的会哭死。方才被小公主亲了，难道这声音是小公主发出来的？花蕊，拿本宫的祛疤膏过来。洛儿很喜欢三皇子，这个祛疤膏效果很好，你拿去用吧，别留疤了。谢丽妃娘娘。坐上出宫的马车，回到三皇子府。陈哥哥，你别生气了。别跟着本宫。陈哥哥，我来帮你上药。不用了，本宫有药会自己上。我知道陈哥哥你还在生气，我上完药就出去。本宫有药，出去。陈哥哥，你居然有这么好的祛疤药，这下你的额头肯定不会留疤了。来人，把杨欣带出去，没有本宫的允许，不许靠近本宫的书房。贤妃被关进天牢几天，根本无法与外界联系。来人，本宫要见皇上，本宫是被冤枉的。叫什么叫啊？还以为你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娘娘。天牢外，皇上，秦大人来了。秦大人，贤妃现在还活着吧？回皇上，臣按照您的吩咐，虽然用刑，可不致死。天牢现如今守卫如何呀？皇上放心，天牢守卫森严，臣敢保证，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赶紧给朕把人都撤了，和平时一样即可。曹公公，你说皇上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皇上这是想看看贤妃还有没有同党，结果秦大人您把天牢看那么死。原来如此。回到天牢后，秦大人找了个合理的理由，把原本戒备森严的天牢恢复如之前一样。天牢放松些后，可有什么异样啊？回皇上，没有。对了，
陈记得张侍郎说他在回天牢时遇到了邓统领，两人还聊了几句。你把和贤妃一起被关进去的宫女放出来，放出来之前让她去见见贤妃。秦大人这边回去就把海棠给放了。赶紧走。大哥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呀？我这是可以出去了吗？狱卒大哥，可以让我去看看贤妃吗？去吧，秦大人念你与此事不相干，所以才放了你，别待太久。去到关押贤妃的地方，娘娘，海棠，真的是你？娘娘，奴婢被放出来了，该怎么做才能救你出去？本宫，奴婢去找三皇子。你去找邓统领，还有杨欣，直接找三皇子，他未必会想办法救本宫。奴婢明白，娘娘等奴婢。等等，你把这个给邓将军。海棠把玉佩收好，转身匆匆离开，去找邓枫。不长眼呢，你这宫女啊！算了。邓枫摩挲着手里的玉佩，熟悉的花纹让他脸色微变，也不知道邓统领能不能认出玉佩。邓统领，奴婢在这儿。是贤妃娘娘让你来找我的，她现在怎么样了？娘娘身上有不少鞭伤，邓统领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娘娘救出来呀！好。宫里，暴君这是来蹭饭的嘛，肯定是婵娘做的菜啦。丽妃的手艺确实好，不过她来可不单纯是为了这事儿。用过晚膳后，天色彻底暗了下来，邓枫那边也开始行动。你确定三皇子会来接应贤妃娘娘？确定，三皇子肯定会来的。好，我进去救娘娘，你在外面放哨。邓枫说完，闪身上前。海棠刚点了下头，感觉后颈一凉。别吵，皇上，歹人已经进去了。皇上怎会在这儿？原来今晚是猎杀时刻啊！怪不得暴君非要把我抱出来。顺利进入天牢的邓枫发现里面只有2个守卫，放倒2人，取下钥匙，根据海棠说的位置找到了贤妃。公主，属下来救你出去了。邓枫，就你一个人，海棠呢？海棠在外面放哨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怎么了？难道公主钥匙打不开？一阵脚步声传来，离2人越来越近。有人来了，还不把人围起来！侍卫们快步上前，把邓枫围住。哇，好激动啊！要开讲了，期待暴君揭开邓枫的面巾的那一刻，一定很精彩。竟想劫狱救走罪犯，还不把头转过来，说你是贤妃的什么人？谁让你来劫狱的？邓枫直挺挺地跪着，一言不发。他得找机会逃走。皇上，他并非来劫狱，而是给臣妾送药。哼，弄出如此大的动静，就为了给你送药，当真是傻子。可不就是当你是傻子嘛？人家邓枫是贤妃未出嫁前的贴身侍卫，贤妃入了你的后宫，他也跟着进宫，还混到统领的位置。结果你啥也不知道，你不傻谁傻？来人，把他的面巾给朕拿开。此人面貌丑陋，恐误了圣上的眼。我自己摘。缓慢地抬起手，接着扯面巾的动作，找准机会放出袖子里的毒蛇，猛地朝皇上袭去。天牢外进来的三皇子看到这一幕，脸色微变。靠，是蛇！我最怕这玩意儿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三皇子闪身夺过离他最近的侍卫手里的剑，几道剑光闪过，吐着蛇信子的毒蛇直接被砍成几段。三皇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当然是来救本宫出去的，这还用问吗？若儿臣说，儿臣得到消息，知道今日会有人来救母妃，所以特地来查看救母妃之人是否是玉楼国余孽。父皇会信吗？朕信。谢父皇。行了，你帮朕把罗儿送回丽妃宫里。三皇子不多问，抱着于一洛出了天牢。贤妃，你想怎么死啊？怎么死我说了作数吗？皇上，你设局的那天，我在你心里便已经是个死人了吧？设局？朕不设局怎会知道贤妃你狼子野心，勾结邓枫想复玉楼国？现在邓枫被抓，你的复国梦该醒了。皇上不愧是皇上，知道的的确不少。不过有一点你错了，玉楼国的皇室血脉不止我一个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。皇上想知道那人是谁吗？见皇上不说话，他自顾自地开口：皇上不知道吧？方才救你的三皇子是我和邓枫的孩子，不是你的孩子。朕知道了。你知道？你知道还相信他的话？我从小就告诉他，你处处偏袒于太子，还在打他的时候把一切都归功于皇上你。够了。怎么不想听了？就算这样你还信他？另一边，三皇子把于一洛送回宫，便回了三皇子府。陈哥哥，
贤妃救出来了吗？你有没有受伤？你似乎很关心母妃，救她的人被父皇发现了，也一并关了起来。怎么会这样？那怎么办？这时子阳走了过来。殿下，府里那些人都已经送出去了。什么人？杨小姐，你招进府里的人，殿下说了，府里开销太大，不能把银钱浪费在不相干的人身上。什么不相干的人？那可是你的族人。陈哥哥，那些人都是些能人，留着对你大有帮助。本宫作为一个皇子，还需要什么帮助？我知道你敬重皇上，可他不仅责骂你，还逼你娶你自己不喜欢的人，如今又抓了贤妃娘娘，这不是想逼死你吗？杨欣，你是想让本宫造反吗？我只是心疼陈哥哥你，若是你坐上那个位置，便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杨欣，若不是因为你救过本宫，本宫早就把你赶出去了。他揉了揉太阳穴，转身离开。翌日，皇上，秦大人求见。让人进来后，何事啊？邓枫在牢中咬舌自尽了，这是他留下的。这邓枫不去当说书先生可惜了，无妨。皇上，那贤妃呢？让三皇子去见贤妃最后一面，之后赐毒酒吧。三皇子来到天牢门口。怎么来看我死了没？都说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看来母妃永远都不待见儿臣，不论什么时候。是，本宫不待见你，若不是留着你有用，本宫早就掐死了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耻辱。若不是邓枫玷污了我，我也不会怀上你。你对太子之位不屑一顾，不过是因为你有皇子的身份，可以锦衣玉食。可现在，本宫已经把你的身世告诉了皇上，你猜他会不会留下你？三皇子垂着的手渐渐握紧，从于一洛那儿听到是一回事，从自己母妃这儿确定了，又是另外一种感受。这就是你不救我的后果。你以为救了皇上他就会心慈手软吗？真是可笑至极。皇上可不会在乎你这个玉楼国余孽。够了，本宫怎样不用你操心。我还有事没说，怎么就能够了？三皇子不想再听，转身便要离开。杨欣，你不想知道他是怎么去你身边的吗？三皇子停住脚步，是我把他送到你身边的。这是皇上给贤妃赐的毒酒。都别想好过，我就算死了，你们也别想好过，都别想好过，都别想好过。花蕊，把菜洗一下，本宫做饭。丽妃将于一洛放到床上，任他自己玩，转身去小厨房炒菜。皇上过来后，饭菜的香味直往他鼻尖钻。皇上，这是臣妾给三皇子准备的。真以为你还未用膳，怎么想着给三皇子做吃食呢？洛儿很喜欢三皇子，听闻今日贤妃自尽了，想必他心里也不好受。娘亲太暖了。贤妃虽然不喜欢三皇子，可再怎么说也是三皇子的母妃，她面上不在乎，心里肯定难受。昨晚在牢里，他还救了朕和洛儿。既然如此，那更要好好谢谢三皇子。三皇子从宫里面回来，便把自己关在书房里。殿下，你出来吃点东西。里面无人回应。怎么进宫一趟变成这样？贤妃出事时，殿下明明很淡然，这会儿怎么难过的饭都不吃了？子阳，陈哥哥还是没出来吗？你有办法让殿下出来吗？陈哥哥，我知道贤妃娘娘没了你很难过，都说一醉解千愁，陈哥哥你就出来吧。滚！杨小姐，殿下让你滚。杨欣觉得一阵委屈。请问三皇子在里面吗？你是谁？手里拿的什么？我是丽妃娘娘身边伺候的，给三皇子送东西。东西给我，我会交给三皇子。杨欣见花蕊不理他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我拿进去有什么？这是娘娘让我亲自交给三皇子的。殿下方才让你滚，没听到东西是丽妃娘娘送来给殿下的？丽妃娘娘不也是人？都是人，谁又比谁高贵？还不让我碰，好似谁稀罕似的。子阳也懒得再搭理他。殿下，丽妃娘娘让人送东西给你。本以为里面也不会搭理。让人进来。见过三皇子，娘娘让奴婢给您送了些吃食。替本宫谢谢丽妃娘娘。昨晚三皇子救了小公主，所以娘娘特意下厨做了些吃的送过来。丽妃娘娘做的菜确实好吃，皇上也说好吃，今日还过来用膳，结果被娘娘全装过来送给三皇子你了。父皇看着丽妃给本宫送菜，没有说什么吗？没说什么。
等三皇子吃完，花蕊才提着食盒回宫复命。三皇子没什么事吧？奴婢去时，三皇子似乎不太好，让门口一个女子滚，听侍卫叫那女子杨小姐。杨小姐，难道就是鹿儿说的那个穿越女？什么？三皇子让穿越女滚？这是闹掰的节奏吗？这杨小姐是三皇子什么人？奴婢不知道，她人说话挺奇怪的。穿越女嘛，自然觉得自己有优越感，嘴里嚷嚷着众人平等，却渴望那母仪天下的位置。一边把丫鬟当姐妹，一边又享受丫鬟的伺候，双标的明明白白的。可恨的是还知三当三，真是丢穿越大军的脸。也不知道他这一掺和，男主还能不能和女主擦出火花。随着贤妃谋害皇上一案落幕，后宫的妃嫔们都把注意力放在了被禁足的皇后身上，皇上这边也不例外。去把小公主抱过来。曹公公应声离去。陆皇后一事查得如何了？回主任，当年和陆皇后有关之人皆被皇后娘娘处死，恐怕只有皇后娘娘和太子的奶娘朱嬷嬷知道当年的真相。皇上蹙了蹙眉，陷入沉思。又把我这个小可爱来御书房干嘛？看你处理奏折很无聊的好不好？把小公主给朕去东宫。嘿嘿，皇上，现在过去，太子恐怕在上课。正好。去到东宫，太子果然在偏殿上课。太子殿下，上次老夫看你在写愚孝二字，为何要写啊？因为本宫之前对孝这个字理解不对，所以太子是觉得老夫教的不对。夫子，若是按照你的意思，父皇说什么本宫都听，万一父皇是错的呢？皇上是君，又岂会错？太子没听过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吗？这夫子真是误人子弟。若按照他这说法，大臣还敢提意见吗？也不知道暴君在哪儿找来的老古董。太子听到心声，往门口看过去。楚夫子，原来你是这么教太子的。皇上，草民这样有何不妥呀？他之前一直都是这样教的，也没人说不妥呀。楚夫子，今日起你别给太子上课了，继续上下去，真把太子教废了。皇上，你不是觉得草民教的好才，草民遵旨。好家伙，古代也有人懂得营销自己吗？暴君若是知道这楚夫子之所以出名，是因为用了银钱找人宣扬出来的，不得被气吐血。皇上怎么了？楚夫子是你找来的，你在哪儿找的呀？皇上，你说这京城这些思想比较固守成规，所以奴才才特意去了其他地方找。当时好多人都想请楚夫子。父皇，你过来寻儿臣有事。让人去把朱嬷嬷叫过来，朕有话要问。太子吩咐人去。你以前在皇后身边伺候，那你应该见过陆皇后。见过。难道父皇也对陆皇后的死产生了怀疑？可都过去10多年了。朕倒是忘了，皇后以前就爱去陆皇后宫里，你见过也不稀奇。朱嬷嬷跪着的身子有些发抖，笑着应是。瞧瞧朱嬷嬷心虚的样子，当年害陆皇后时可不带怕的，现在知道心虚了，若是知道杀人灭口没灭完，还不得被吓死？朕记得当年陆皇后身边的人是皇后安置，朱嬷嬷知道贴身伺候陆皇后的都被安置在何处吗？这么多年了，奴婢也不太记得了。不记得吗？真想找陆皇后身边的嬷嬷来狠狠打你的脸，看你记不记得。真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。书里这个嬷嬷是被贤妃的人找来对付皇后的。记起来了。皇上和太子都不由得紧张起来。这嬷嬷现在应该是在蔡家侍候来着，她可是目睹了全程。若不是她聪明，在皇后去灭口时假死躲过一劫，这世上啊，就真的没有人知道陆皇后是怎么死的了。你下去吧。太子这边动作很快，怕朱嬷嬷出现什么变故，所以把她关进了柴房。皇上那边也开始动作。皇上，奴才画好了。你画成这样，二位能找到人吗？曹公公这画的也太抽象了，谁叫他这么画的？这画怕不是来辟邪的吧？还是娘亲画的好，帮我画的画像栩栩如生啊！皇上一阵无言。陆儿都没看出来这是陆皇后身边的常嬷嬷，暗卫能认出来吗？皇上，您不满意吗？不满意，奴才继续画啊。满意？
朕若拿你这话去寻人，不得寻个麻子回来啊！皇上，那是痣，不是麻子。楚夫子一事，你觉得朕该怎么处罚你啊？皇上，只要不是让奴才去洗公桶，奴才都认罚。不洗公桶是吧？哼，那朕就如你所愿，今晚去洗公桶吧。这个皇上，奴才若是去洗公桶，回来的时候抱小公主，寻到小公主怎么办啊？你不会给自己洗干净，不熏人了再过来。因着曹公公的话拿不出手，皇上便去了丽妃的宫里。丽妃啊，朕想让你帮忙画一幅画。不知皇上想画什么？当年陆皇后身边的常嬷嬷，丽妃还记得吗？感情放在曹公公画的是常嬷嬷啊，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是毫不相干。难道是暴君查到了什么，开始怀疑太子的身份了？不愧是皇上，都查到常嬷嬷身上了。加油加油，你离真相不远了。臣妾献丑了。耶，娘妾，你画的怎么会是献丑呢？曹公公那才叫献丑，简直不堪入目，辣眼睛。丽妃画得很快，皇上原本盯着画的，看着看着就挪到了丽妃的脸上。暴君，把你的视线收一收。我知道我娘亲很美，可你也别一直盯着，汗喇子都快流出来了。听到这声音，皇上把视线收回，丽妃拿着笔的手却是一抖，乌黑的墨汁掉在即将画好的画上，好在还有补救的机会。皇上，画好了。曹公公，瞧瞧丽妃画的啊，再对比你画的。奴才哪敢跟丽妃娘娘比啊？娘娘画的如此传神，宫中的画师都未必有这等本事。确实如此，这修改过的地方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啊。皇上说着突然停住。皇上，怎么了？丽妃懂得如何修复画，略懂一二。那你可曾修复过一幅宫乐图？确实修复过，那时候臣妾还没进宫，有人花钱请臣妾帮忙修复。傻眼了吧？狗血的错认梗来了。方太师那老家伙拿着娘亲修复的宫乐图告诉暴君是自己女儿，也就是当时还未出阁的皇后修复的。暴君一听啊，迫不及待的让方太师把女儿送进宫。可进宫这么多年，皇后也没做过画。皇上收起被人欺骗的愤怒，拿着画离开。曹公公，吩咐人去备马车，朕要出宫。曹公公应是。小公主呢？要送回丽妃那儿吗？哇哦，出宫！我也想出去看看宫外是什么样。看我呀，看我这个小可爱，拜托拜托。不用，朕带小公主一起去。不愧是我英明神武、帅气逼人的父皇，父皇万岁！以后我能控制的话，尽量少吐槽你一些。皇上低调地带着于一洛出宫，马车行驶没多久，在太师府门前停了下来。朕今日来，只想知道当年宫乐图是谁修复的？宫乐图是小女修复的。皇上不是因为这事儿才让小女进宫的吗？莫非是画有什么不妥？到现在还说谎！朕已经知道是丽妃修复的了，你还想怎么编啊？皇上，肯定老臣当时嘴瓢说错话了，臣也不知道是丽妃娘娘呀。皇上冷笑一声，对曹公公使了个眼色。来人，把府上的匾额摘了。皇上，这些年皇后做的事，你知道多少啊？皇上，老臣不知啊。见他不似说谎，皇上收回视线。是皇后做了什么事儿吗？不急，等审问皇后那天会叫上你的。宫里今日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？本宫想听听。奴婢早就想和娘娘说了，可又怕娘娘不想听。贤妃娘娘勾结邓统领谋害皇上，二人都在天牢里自尽了。这就是后宫女人的宿命，恐怕本宫也会走到这一步。娘娘，您说什么呢？您是皇后，才不会如同贤妃一般呢。皇后淡笑不语。本宫现在还有什么听不得的？太师大人被皇上革职，让告老还乡了。原来如此。兰芝，丽妃呢？她那边怎么样？皇上现在去后宫都只去丽妃那儿，就连她的女儿，皇上也是珍爱如宝，去哪儿都抱着。皇后闻言，指甲在桌子上慢慢地划出一道划痕。与此同时，皇上的御书房里派出去的暗卫已经查探回来。说吧，可有结果？回皇上，属下在蔡府并未看到画上的人。不会吧？难道是我记错了？不应该呀！你继续观察着。皇上挥退暗卫，小家伙不会是真的记错了吧？皇上，丞相大人求见。对啊，怎么把
李倩给忘记了呢？如果李倩常去蔡家，有可能见过常嬷嬷。皇上挑了挑眉，让人把丞相请过来。参见皇上。李爱卿，找朕何事啊？皇上，臣是来送那人给小公主做的鞋子的。好，朕会交给丽妃。爱卿啊，朕看你容光焕发，想必是令爱和蔡家好事将近。暴君这样啊，像极了八卦小情侣恋情的我。确实如此，小女最近在和蔡夫人学习经商之道。李倩回到府里，李小姐，你找老奴有事？张婆子，我今天去宫里见了丽妃娘娘，看到了你的画像，于是就把你在丞相府的事说了。张婆子闻言，原本的笑意敛了下去，直直地盯着李倩。对不起，张婆子，丽妃娘娘不是坏人，她让我告诉你，皇上在找你。张婆子没有开口，10多年了，只要闭上眼，脑海里面全是娘娘被害死的画面。这些年，她一直想回宫告诉皇上当年的真相，可她又害怕。双婆子，你不想去没关系，我可以回绝了丽妃娘娘。你知道丽妃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丽妃娘娘人很好，十分宽厚温柔，如今正得宠。宽厚温柔，那她和如今的皇后关系如何？两人关系不亲近，皇后被禁足，正是因为她谋害小公主和丽妃。你说什么？你说皇后被禁足了？对，我是听爹说的。李小姐，麻烦你帮我备辆马车，我现在进宫。李倩转身出去，让人备马车。皇上，丞相大人来了。常嬷嬷，朕可算等到你了。奴婢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常嬷嬷可算是来了，她能这么快速进宫，还真是出人意料啊。毕竟暴君他也是不信任的。暴君之前对皇后可不是这样的，人常嬷嬷担心自己进宫被交给皇后，转头直接就被处理了。为了娘娘和太子殿下，老奴不委屈。皇上是因为怀疑娘娘当年的死有蹊跷，所以才查到老奴，让老奴进宫嘛。皇上这边才让常嬷嬷进宫，太子那边便收到了消息，带着灵旗前往御书房。太好了，太子皇兄终于可以知道自己是陆皇后的孩子了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起来吧，朕本来也打算让人去唤你过来一起听的。李丞相感觉自己有些多余，可皇上又没有屏退他的意思，只能当着木头桩子。谢父皇，不知他是，难道这就是陆儿说的那个知道真相的人？太子殿下，老奴是陆皇后，也就是你母后身边伺候的嬷嬷。常嬷嬷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若是属实，朕一定会还陆皇后一个公道。老奴所说的句句属实。当年皇后娘娘和方贵妃同时有孕，娘娘好心让方贵妃住到她的宫里，后宫的女人何其危险，更何况还怀着孕呢。起初一切都相安无事，直到生产那日，方贵妃突然肚子疼得厉害，老奴知道是要生了，就去找稳婆过来等着接生。方贵妃的孩子出生了，可是个死胎。就在这时，娘娘肚子也开始疼，在一生一儿的啼哭中，娘娘产下了一个小皇子。她看了小皇子一眼，听着旁边哭泣的方贵妃，让老奴去请皇上过来。可皇上那日恰好出宫，待老奴回到娘娘宫里时，就看到方贵妃笑得一脸阴狠的用枕头捂住娘娘的口鼻。御书房里气氛变得十分沉重，看着娘娘就这么被捂死。方贵妃把2个孩子调换，并告诉皇上，娘娘因为难产而死，该灭口的人都被方贵妃灭口了。太子皇兄，别难过了，陆皇后是爱你的，正因为爱你，才不让常嬷嬷出去被发现，她是用自己仅有的一点能力保护你。来人，把皇后那毒妇还有朱嬷嬷带过来。侍卫们领命去到皇后寝宫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闯皇后寝宫！皇上让我们带皇后去御书房，别妨碍公务。皇上让本宫去，所谓何事？皇后娘娘，请吧。皇上，人带来了。鬼啊！鬼！你不是死了吗？鬼！你是鬼！朱嬷嬷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人，青天白日的，哪来的鬼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蠢货！
参见皇上。皇上让人传臣妾过来，莫不是为了常嬷嬷这个故人？皇后竟还认得常嬷嬷，当真是好记性。臣妾当年和皇后姐姐关系亲近，怀着太子时又一直住在皇后姐姐宫里，自然不会忘记常嬷嬷。好大一张脸，杀了人家还好意思叫人家陆皇后姐姐，真是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！你这毒妇，娘娘好心接你去她宫里，你却把她杀了，还抱走了太子。常嬷嬷，本宫知道皇后姐姐死了，你很难过，可你不能空口白牙污蔑本宫。娘娘当年就不该让你住进她宫里，更不该对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心软。太子，你也认为你不是本宫生的吗？够了，常嬷嬷已经说了当年的事，你嘴硬没关系，朕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。难道10几年的夫妻情分还比不过常嬷嬷的3言2语？皇上总是这样。陆皇后至少不会像你这样恶毒。臣妾恶毒？难道陆姐姐就当真是好人？放肆！到了现在，你还要攀咬陆皇后？能把我给曹公公抱着吗？娘，你不仅可以发火去踹皇后，我就举双手双脚赞成。本来还满腔怒火的皇上瞬间收起怒意，平复心情。暴君刚刚扔了茶盏砸皇后，现在不会一激动把我也给扔出去吧？他似乎忘了还抱着我哎。小家伙不出声，他确实都差点忘了。把我给曹公公吧，哎不对，曹公公昨晚去洗了公桶，还是把我交给太子皇兄吧，太子皇兄看上去就香香的。太子上来抱着洛儿。太子微微点头，走上前去接过于一洛。太子皇兄果然香香的，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，毕竟好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娘亲是谁，结果娘亲还没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大不了等我长大了对你好些就是了。见太子盯着自己，也没啥表情。不会是我笑得太傻，吓到太子皇兄了吧？又或者现在这个气氛我不该笑。皇后被这父慈子孝的画面深深地刺痛了眼。臣妾攀咬陆姐姐，皇上以为陆姐姐为何让你把我封为贵妃？你以为她就没有一点算计吗？她不过是想巩固她的地位。你胡说！娘娘若是想用你巩固她的地位，她早就让你进宫了。之所以不让你进宫，是想保护你，希望你能觅得如意郎君。你闭嘴！她就是不想本宫好。什么如意郎君？本宫只想进宫。娘娘若是不想你好，也不会认真为你挑选如意郎君。她原本都挑好了，打算去请皇上为你赐婚。惺惺作态，你是陆静怡的狗，自然觉得她千好万好。去把当年陆皇后给朕留的信拿过来。很快，曹公公抱着一个匣子过来。哎，皇上，给他吧，信是给他的。笑着笑着又流出了眼泪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原来本宫引以为傲的一切都是陆姐姐给的，是本宫错了。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呀？皇后这是疯魔了吗？又哭又笑的，好奇。曹公公，曹公公立刻明了，下去把皇后手上的信拿了过来。上面是陆皇后熟悉的字，见字如见人。月儿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姐姐已经不在了，姐姐身体越来越差，所以姐姐特意向太上皇求了旨意，姐姐死后便让你当皇后，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，若是能平安出生，养在你身边，我也放心了。皇上允了我一个承诺，这封信就当是姐姐最后一次保护你吧。皇上，臣妾杀死陆皇后，找人诬陷金将军，谋害皇嗣，又把太子冒充自己的孩子，臣妾自知罪孽深重，愿自请废后，以死谢罪。来人，把方氏带下去，赐白绫自行了断。我还有事相求，我所做的一切与父亲无关，父亲是顽固了些，可从未想过做对国家百姓有害的事，所以请求皇上放父亲平安，告老还乡。方太师那老家伙就是不想失去手上的权力，至少他这个太师啊，比太子皇兄那老师强。皇上自然知道方太师没有做什么不利于国家和百姓的事，否则也不会只是轻飘飘罢免了他的官职。朕答应你。谢皇上。如嬷嬷助纣为虐，拖出去杖毙。至于方氏宫中的人，凡是与此事有关的，一并杖毙，绝不姑息。浑身瘫软的朱嬷嬷想叫唤，不等她开口，嘴就被堵上，如拖死猪般被拖了出去。常嬷嬷，你是愿意留在宫里，还是回到蔡家，或者回家乡生活？朕都答应你。太子皇兄身边正缺常嬷嬷这等忠心护主的人，他知道陆皇后的事情多，可以给太子皇兄说说，宽慰太子皇兄也好啊。朕看太子身边也没什么忠心的嬷嬷，常嬷嬷你愿意的话，就去太子宫里吧。陆皇后在天有灵，一定会十分欣慰的。哇，宝君，你真是太棒了！
回禀皇上，老奴愿意，老奴会去和蔡家说清楚。谢父皇。去为你母后上炷香吧。若是想知道关于她的事，可以问常嬷嬷。太子有些不舍得把于一洛递给曹公公，告退离开。小公主给朕让你去洗公桶，你去洗了？哎，回皇上，奴才去了。洗得挺干净的。能不洗干净吗？训这小公主，皇上恐怕会让我永远去洗公桶了。废后的旨意一出，百姓大臣只觉得不可思议。与此同时，常嬷嬷已经回到蔡家。怎么回来了？妻儿那边都学明白了。夫人，老奴是来向你辞别的。当年把你带回来，我就知道你和常人不一样，只是不知你去往何处。你是要进宫去吗？是，当年是因为出了点事，我迫不得已才逃了出来，承蒙夫人老爷收留。如今事情真相大白，太子殿下身边需要我特意来请辞。去吧。皇后之事已经过了几天，后宫依然人心惶惶。无论是妃嫔还是太监宫女，都担心自己和皇后有一丝关系被牵连。好在皇上最喜爱的小公主满月宴即将到来。曹公公，你老家伙回家乡了？回皇上，方大人已经回家乡去了。你让人去淑妃那儿请她过来。皇上，淑妃娘娘那边奴才可不敢去。你不会在外面叫吧？皇上，奴才也不知道地上有没有陷阱呀。淑妃娘娘向来独来独往，谁也不放在眼里。早些年其他妃子想找她的茬，结果都被反杀掉，皇上自己都不敢去，她哪敢去呢？行了，瞧你那出息，朕和你一起去。你们两个去敲门试试。两人互相看了一眼，猫着身子上前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曹公公忙护在皇上的面前。没事，是小的不小心踩到了枯树枝。你们都给朕上去敲门。侍卫领命，纷纷上前。是哪个不要命的又私闯本宫寝宫，嫌命活得久了？娘娘，好像是皇上。皇上大驾光临，臣妾有失远迎。淑妃，朕来许你有事。皇上里面请。皇上随便坐。淑妃啊，朕记得你寝宫以前不是这样的呀。是有些乱，不过没事，打扫打扫便好。朕说的是你之前里面那些值钱的摆件怎么都不见了？曹公公进门就发现了，若不是这儿是皇宫，他会误以为淑妃寝宫遭贼了，一件值钱的都没了。都被臣妾给卖了。他做一些东西材料太贵，俸禄又不多，都不够他花的。你说你都卖了，宫里没给你发俸禄吗？发了，被花没了。皇上，那些东西在臣妾寝宫就是臣妾的，臣妾卖了，你不会处罚臣妾吧？皇上无奈。今日你管理后宫可还习惯啊？习惯，一切照旧。其他人没说本宫什么吧？淑妃瞥了眼曹公公，曹公公挤出一抹笑，忙摇头。罗儿满月宴快到了，既然淑妃你现在管理起后宫也得心应手了，朕就把这事儿交给你办。皇上，臣妾对此也不熟悉，不如你交给礼部尚书或者皇后都行。淑妃娘娘，现在已经没有皇后了。皇上可以让礼部尚书办，这样你也放心。皇上这边和淑妃商议好，决定让礼部尚书来操办于一洛的满月宴。正打算起身离开时，便听门口传来一道道急促的脚步声。皇上，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！怎么回事？皇上皱了皱眉。皇上，都别哭，谁要是再哭，直接打入冷宫。哭声戛然而止，寝宫瞬间安静了下来。皇上，淑妃姐姐可靠我们月银，您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他们胡说，是他们主动给臣妾的。当真如淑妃所说，诸位妹妹可要注意说话。小公主满月宴将至，本宫打算送她礼物。你们知道本宫缺银子，所以特意把自己的月银给本宫。怎么现在反倒说是本宫克扣你们月银了？跪着的妃嫔们相互交换眼神，都在努力回忆他们什么时候说过把自己月银给淑妃了。怎么不说话？是都记起来了，还是觉得本宫不该花你们的银子给小公主送礼物？众人成功噎住，这淑妃还真是阴险，不仅预支了他们2个月的月银，还威胁他们，现在又拿小公主出来当法子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好，爱妃们有心了，看来淑妃管理后宫，大家都很和睦，朕心甚慰啊！都是皇上英明。既然如此，诸位妹妹还有其他事吗？没事，我们这就告退，不打扰皇上和淑妃姐姐说话。淑妃，你对洛儿如此上心，后宫又管理得井井有条，
想要什么，朕满足你。臣妾真的什么都可以吗？除了侍寝一事。淑妃嘴巴一抽。皇上，那你就赏臣妾黄金100两吧。朕回头就让人给你送过来，你那门口的陷阱先关一关，不然啊，别人都不敢靠近。皇上离开之后，又来蹭饭了。可惜娘亲今天不下厨，就让你蹭不到。丽妃也是这样认为的。皇上要传膳吗？皇上摆了摆手，听闻淑妃给洛儿送了礼物，朕过来看看。他这次真不是来蹭饭的好吧？人家淑妃都给我送了礼物，你也不表示表示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都多久没给我送东西啦？也不知道满月宴的时候能收到多少礼物，暴君有那么多妃子，还有大臣，这些一人送一样，都能成就我的富婆梦，想想就好期待呢。丽妃，洛儿的满月宴，朕交给礼部尚书来办。你有想宴请的人，便把名单给朕，朕让人去办。李丞相一家，还有蔡夫人一家，其余的皇上您决定就好。哎，你想得周到啊！一来不仅可以帮李小姐长脸，二来也报答了蔡家对常嬷嬷多年的关照。说着看向了曹公公。皇上，奴才记下了，会转告礼部尚书去办。不愧是曹公公，暴君一撅屁股，你就知道他拉的什么屎，这还叫你什么曹公公啊？直接叫曹妃好了。这么懂暴君的人去哪找啊？皇上的脸色黑了下来，不明所以的曹公公心里暗道：难道说错话了？皇上似乎不高兴了。可是我这话也没什么问题啊，真是伴君如伴虎呀！皇上，这儿有一封给您的信。曹公公接过信递给皇上。谁给的信啊？好奇哎！送信之人现在何处啊？回皇上，在门口候着呢。把人带到御书房。说着，他看向丽妃。有人给朕举荐了一教太子的老师，朕去看看。谁举荐的呀？不过敢举荐过来，应该是有2把刷子的，再差也不会差过那楚夫子去。皇上，人来了。于一洛好奇地睁大眼睛看过去。草民见过皇上。这人有点熟悉啊，有些熟悉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是李丞相自小在外拜师学艺的嫡长子李云鹤吗？果真是一表人才，相貌堂堂啊！要说这李云鹤是真的有才能，世人只知道他自小在外拜师学艺，其实根本不知道他师从擅长帝王之术的闵丘。方太师啊，能请到这李云鹤来辅佐太子，当真是用心了。御书房里面一片安静，皇上不说话，李云鹤也没有主动开口的意思。不是，暴君怎么不叫李云鹤起身呢？这可是未来的丞相之才，太子皇兄正需要他这样的能人辅佐。皇上回过神来，和颜悦色地示意李云鹤起身。谢皇上，草民李云鹤受方太师举荐，特来见皇上。朕已经看过了，说起来，朕的丞相也是姓李。能不巧吗？人家是父子。不巧，丞相正是草民家父，草民自小在外拜师学艺，皇上不认得草民也不奇怪。好啊，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说着看向曹公公，去请太子过来见见他的老师。暴君太赞了，捡到宝啦！闵丘归隐山林后，许多人都试图去找他的徒弟，可惜不知道他徒弟是何许人。等这些人知道李云鹤的身份后，不得嫉妒死你啊！毕竟这李云鹤和他的师傅闵丘比起来，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哎呀，李公子虽是李丞相的儿子，可年纪却也不大，看上去比太子也没年长多少，当真能当太子老师吗？行至东宫，把人请进来。太子殿下，皇上让奴才来请您去御书房见见您的老师。父皇这么快就寻到适合的老师了，这老师是何许人？是方太师举荐的李丞相之子李云鹤。丞相之子，那不是年长自己没多少吗？两人谁也没有再说话，去到御书房门口，便直接被带进去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太子皇兄，快看看你的新老师。起来吧，赐座。这是姓方的那老家伙给你举荐的老师李云鹤，你们年纪相仿，想来相处起来也容易。太子微微点头，点眸。太子皇兄，你别看人家年纪不大，且因为是方太师举荐的便拒绝，这可是别人求而不得的少年英才，而且为君之道，最重要的便是知人善用，不以貌取人。太子殿下，老师往后多多指教。皇上心情愉悦，欣慰地点了点头。几人又说了一会儿话，皇上才让人亲自送李云鹤回丞相府。往后你好好和李云鹤学，
也辜负了父皇一番好意啊。解决完太子老师一事，丽妃交代的是你速速去转告礼部尚书。两人口中的礼部尚书正在写请帖。苏大人，皇上让你记得给蔡家送一份请帖，还有李丞相一家。丞相大人，本官自不会忘，蔡家这就补上。丞相大人一家4口，苏大人别忘记了。一家4口，皇上这是连丞相大人的庶女也宴请。等曹公公走后，重新写了2份请帖。干什么的？我是你们公子。两人对视了一眼。我去禀告老爷，老爷，门外有个公子自称是我们家公子。当真？老爷，我们赶紧出去见见赫儿，外面冷。娘，您走慢点儿。3人走到门口，赫儿，下山怎的不给爹娘说一声？见过爹娘，妹妹。前去说，现在你不怕赫儿着凉了？哥哥，先进去喝杯热茶，暖暖身子。赫儿怎的突然下山了？因为师父欠了方太师一个请求，方太师便让他答应准许自己的徒弟下山，全心全意地辅佐太子殿下，所以孩儿就回来了。这样也好。与宫里热闹不同，三皇子府里一片冷清。殿下已经命人看好杨欣了，让你派人去江州杨家查杨欣，查怎么样了？派去查的人来信了。杨欣的父亲在江州任职知州，为官清廉。说杨欣，江州的杨欣和现在的截然不同。属下得知的消息，上面说他温婉大方，堪比京城中的大家闺秀，而且自小便订有婚约。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性情大变，不仅以死相逼和杨家断绝了关系，还把亲事也退了。本宫知道了，杨欣既然是穿越而来的，那真的杨欣去哪儿了呢？殿下，既然已经知道杨欣不安分，为何不把他赶出府？洛儿知道的那么多，会不会知道真的杨欣在哪儿？子阳，备马车，本宫去皇宫一趟。丽妃宫里，我那高大威猛的舅舅明日能来参加我这个小可爱的满月宴吗？也不知道他那边如今怎么样了。都已经这么久了，按舅舅的能力，差不多该回来了吧。洛儿，父皇来看你了。对了，朕收到金将军的信，边关作乱的小国家已经被收服了，他不日便启程返京。谢皇上告知臣妾，哥哥平安比什么都重要。舅舅果然威武，国家大事比我满月宴重要，来不来参加无所谓，只要礼物到就行。没事，等金将军凯旋，朕让人设宴招待，丽妃你和洛儿都能见到金将军。皇上说完，又笑着对于一洛说：明日洛儿就能见到你的2个皇姐和另外2个皇兄了，你开不开心啊？还行吧，与其期待他们，不如期待我喜欢的女主。女主？皇上，三皇子求见。男主来干嘛？也不知道他明日会不会带穿越女来参加。若是带来，穿越女啊，肯定不会让2人相遇的。若不是杨欣一心想拆官配，男女主早就相遇了。皇上站起身，抱着于一洛去到清心殿。儿臣见过父皇。怎的不进去等啊？在外面等一会儿，无碍。父皇，儿臣今日是想来告诉你一件事，就是儿臣的身。你是朕的儿子，贤妃之事过去就过去了，以后不许再提。朕知道一切与你无关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三皇兄这是打算自揭身份？不对啊，他怎么知道自己身份的？难道是贤妃死前见那时透露的？哦，太过分了，自己死了还膈应三皇子。我的女主小天使，你赶紧出现，拯救男主这个美强惨吧。男主肯定是知道后心里不好受，贤妃就是猜到会这样，才故意膈应他吧。还好暴君及时打断。看来送礼物还是有用的呀，洛儿吐槽我的次数都变少了。三皇子还沉寂在于一洛心声里女主这2个字眼上。还有什么事吗？儿臣想带洛儿出去玩一会儿。皇上没有拒绝，心里纳闷，怎么一个个都喜欢抱洛儿去玩啊？太子也是，三皇子也是。谢父皇，儿臣等会儿送洛儿过来。难道是我变得更好看了？不然为啥太子皇兄和男主都想抱我去玩？三皇子抱着他出了清心殿。明日洛儿的满月宴，想要什么礼物？三皇兄给你弄过来。这么看，男主也很帅啊，简直是360度无死角。这么看，男主也很帅啊，简直是360度无死角。打住，收礼物的事儿呢，喜欢什么好呢？三皇子嘴角的笑意逐渐加深。我想要什么也白搭呀，又不会说话。若是会说话，真希望女主别带穿越女来参加我的满日宴。洛儿，皇兄府上有个人，说话做事都格外与众不同。皇兄近日让人去查了他的身份，发现他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。能不
判若两人嘛。人家真的杨欣是大家闺秀，和行事出格的穿越女自然不一样，也不知道真的杨欣还能不能回来。真的杨欣果然还活着。知道了答案，三皇子又抱着小家伙四处逛了逛，才把他送回皇上的清心殿。殿下，杨欣还在里面吧？在里面，我们一直在门口守着。陈哥哥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见他还在，三皇子直接转身离开。杨欣跺了跺脚，发泄自己心里的不满。翌日，哎呀！里面好像有动静，开门看看，怎么回事？小姐肚子疼的厉害，二位大哥，求求你们让奴婢出。小姐肚子疼的厉害，二位大哥，求求你们让奴婢出去叫大夫吧。二人拿不定主意，也不说话。殿下让你们看着我，也没说看着我的丫鬟。若是我出了什么事，你们以为殿下不会追究吗？两人犹豫了一番，答应放他的丫鬟出去。丫鬟小跑着出了府，去到四皇子府。干什么呢？一边去！二位大哥行行好，我想见四皇子。你当四皇子府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吗？我不是坏人，我就想见四皇子。干什么？吵吵嚷嚷的。这人说是要见殿下。抬起头来，你找本宫有事？四皇子，是小姐有事要找你帮忙。本宫可从未见过你。他说着，抬步便要上马车。四皇子，我家小姐是杨欣。你说你家小姐是杨欣，她找本宫何事？小姐被三皇子关在府上不让出去，她想去参加小公主的满月宴，所以让奴婢来请您帮忙想办法。去三皇子府。皇宫里，太和殿一片热闹。外祖父年轻时定然是个大帅哥，怪不得娘这么美。外祖父年轻时定然是个大帅哥，怪不得娘这么美。哎呀，太子皇兄和男主今天也很帅哎，二人一看就是精心打扮过的。一道道声音在耳边炸开，二皇子看向旁边东张西望的六皇妹，心里疑惑。六皇妹没有开口，那是谁在说话？殿里除了六皇妹会叫太子皇兄，还有谁？瞧瞧骚包的二皇子，一个大男人还穿一身粉，这种天气还用扇子，也不怕把自己扇着凉了。太子和三皇子压下嘴角的笑，确实很骚包，也不知洛儿在哪儿学来的词儿，还怪贴切的。二皇兄，你这粉色的衣服还挺扎眼嘛。二皇子无暇顾及他的话，心里面除了惊讶还是惊讶。方才的话难道是父皇抱着的小皇妹？三皇子旁边的人不是我那刁蛮任性把自己作死的六皇姐吗？哎，五皇姐呢？怎么没看到啊？难道是被打死了？暴君的两个女儿都挺惨的，嗨，我好不容易苟住性命，可不能学他们去吃爱情的苦。本来不确定的二皇子和六公主，现在都确定了这道声音出自于于一洛。皇上扫了一眼下面的众人，确实没有看到五公主。也不知道洛儿说的打死是指什么。曹公公，五公主呢？回皇上，五公主抱恙，只有驸马来。女主啦，果然和男主配的一匹，不愧是侯门贵女，那浑身的气质，举手投足都赏心悦目啊！三皇子循着他的视线看去，对视了，三皇兄你完了，你坠入爱河了。这就是我以后的妻子。他若是没记错，那是清远侯府的嫡女慕雪。慕姐姐，方才三皇子看了你，他是不是看上你了？没聘的事，妹妹最好还是别胡说。见皇上迟迟不开宴，大家谁也不敢先动筷子。不对，我就说感觉少了什么，原来是少了四皇兄这个舔狗啊！哈哈，二皇兄是纯爱战神，四皇兄是舔狗沸羊羊，五皇姐和六皇姐是恋爱脑，暴君这基因绝了，一家子大情种。洛儿这小嘴真是谁也不放过，还好他们都听不到，不然一下子得罪这么多人，以后可如何是好？怎么还不开宴啊？难道还要等四皇兄？完了，男主没带杨欣来皇宫，四皇兄这个舔狗该不会是去找杨欣了吧？放着我这个绝世小可爱的满月宴不参加，还去带个人来给我添堵啊！皇上的脸色沉了沉，赶往三皇子府的四皇子下马车后便直接往里面去。四皇子，殿下已经去皇宫了。本宫不是来找皇兄的，你最好让本宫进去，否则本宫对你不客气。侍卫不情不愿地退到了一旁。放心，出了什么事本宫担着。宇恒瑞，我就知道你这个朋友靠谱。你别哭了，之前你怎么不说你住在三皇兄府里，这样我就可以经常来找你玩了。我怕你觉得我是那种攀龙附凤的人，所以没敢告诉你。欣欣，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能不清楚吗？三皇兄也真是的，去皇宫怎么不带你，还把你关起来。不怪陈哥哥，是我的错。走吧，我带你去皇宫。俩人说着话到了宫门口。这是本宫带来的人，为何不能进去？回四皇子，皇上特意交代过了，只能你一个人进去，其他人不能入内。
一个宴会，父皇至于这么防着吗？这是我的朋友，也不能进去，除非是四皇子你的家眷。四皇子闻言沉默。你进去吧，不用管我。行，你在这等着吧，我等会儿去和父皇说说，再过来接你。里面宴会已经开始了，于一洛看得津津有味。儿臣有事耽搁，所以来迟了，父皇见谅。有事耽误，不会真的带杨欣来了吧？说你是舔狗，你还真是舔，可惜人家拿你当朋友呢。四皇子以为自己是听错了，皱了皱眉，知道来迟了，便自己坐下，还跑到殿中央碍眼作甚啊？父皇，儿臣的朋友还在外面，儿臣想，这么个热闹的日子，你非要逼朕当着众人的面踹你吗？四皇兄，你也真是的，为了杨欣迟到暴君办的宴会，孰轻孰重你不知道吗？暴君这脚踹得不轻吧？不过你平时没少被淑妃揍，应该还是挺抗揍的。四皇子不着痕迹地打量着众人，谁也没开口，他以为是幻听了。哎呀，你赶紧下去吧你！人家杨欣只是想来拆散男女主，你舔狗瞎掺和啥呢？舔到最后命都没了，还当自己是深情男配呢？淑妃姐姐，四皇子惹怒了皇上，你不去求情？他来迟本就是他的错，本宫求什么情？父皇，儿臣知错。知错就滚下去，别在这碍眼。这么大的舔狗，不对啊，四皇兄不会就带了杨欣来，没给我带礼物吧？站住！四皇子这次确定了，声音是小皇妹的。你带的礼物呢？父皇，儿臣拉马车里了，我回头补给皇妹。滚下去！四皇子一言不发，坐在座位上。说我不是人就罢了，还诅咒我小命呜呼，欣欣还能害我不成？四皇兄，你发什么呆呢？被父皇踹傻了？把你的爪子拿开！有胆子怎么不去说太子皇兄和三皇兄？真是没大没小。六公主撇了撇嘴，这么多好吃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吃？馋死了！算了，不能吃就吃狗粮好了。等露儿可以吃东西后，娘亲给你做。于一洛晃了晃白嫩的小手，咯咯笑了两声，注意到坐在下面的三皇子正在和李云鹤不知道说着什么。我说三皇兄，你怎么就只顾着吃吃喝喝啊？不知道还以为三皇子府没饭吃呢。他和李云鹤闹那么坏，本来名声就够差的了，以后还得多个断袖的名声。三皇子刚饮了一口酒，暮雪听到咳嗽声，抬眸往三皇子方向看了一眼。呀，看来是我误会三皇兄啦，原来是想这样吸引人家女主的注意力啊。三殿下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我帮你拍拍？放开三皇兄，让女主来。李云鹤，你不是对我貌美如花的三皇兄一见钟情了吧？谢李公子。歌舞赏得差不多后，皇上让人退下。朕御花园的蝴蝶兰和蓝眼菊开得正好，大家可以去观赏观赏。谢皇上。皇上陪在丽妃身边。丽妃姐姐今日打扮得真好看，一点也看不出生过孩子。妹妹这嘴呀，可真是抹了蜜了。丽妃姐姐这发饰当真好看，不知道姐姐是在哪儿买的？人家丽妃姐姐的东西你也买得起，说不定是皇上得来的新鲜玩意儿。酸掉牙了都，暴君压根儿没给我娘亲赏过这玩意儿，好吧？这东西是别人送本宫的，妹妹们若是喜欢，便只管去品真阁买，是李小姐铺子里的。各位娘娘们若是喜欢，只管去看。说话间，四皇子想起还在宫外的杨欣，趁人不注意直接开溜。欣欣，四皇子气喘吁吁地跑来。恒瑞，你既然来了，那我便放心回去了。你一直在等我，父皇不让你进去，我一时走不开，现在走开就过来找你了。我怕我走了，你过来没看到我会担心，所以等你过来再离开。见他丝毫没责怪自己，四皇子更加觉得小皇妹的心声荒诞。恒瑞，那我走了。四皇子吩咐自己的人送杨欣回去，目送他离开。回到御花园的时候，大家正在讨论着各种花。于一洛困得不行了，不停地打哈欠，最后直接睡了过去。于一洛再次醒过来时，是在丽妃的寝宫。爹，你不用担心，皇上已经告诉我了，哥哥没事。外祖父来了。洛儿这丫头像你啊，不哭不闹的。金老将军一脸慈爱地看着小外孙女儿，从怀里面掏出一个金镯子。爹，你自己留着，我和洛儿在宫里什么也不缺。我给我外孙女，她不拒绝，你代劳什么呀？外祖父太懂我了。你看看，洛儿开心的。只要是值钱的，洛儿就开心。于一洛满月宴过去2天后，皇上颁发了一道圣旨，引起了众臣不满。皇上，李公子年纪轻轻当太子老师不合适啊，那你说说谁当太子老师合适啊？大殿里面瞬间安静了下来。
皇上三思，太子是未来储君，挑老师之事岂能儿戏？更何况这人还是前太师举荐的，谁知道他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呢？哼，有时要你们出主意时，一个个都装哑巴，现在倒是巧舌如簧了。皇上，既然有些大人觉得李公子不合适，不如让他们去请闵老先生的徒弟，若是请到了，岂不是好事？苏大人说的轻巧，闵老先生的徒弟是谁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更别说去请人家了。就在大家争论不休时，外面进来一个小太监。皇上，李公子求见。让人进来。李云鹤淡定从容地越过众人，走到殿中央，拱手行礼。李云鹤，诸位大臣认为你无法胜任太子老师一职，想去请闵老先生的徒弟，你以为如何呀？呜呼，打烂他们的脸！诸位大人对我的能力有所怀疑，也算是对太子殿下的负责。至于去请闵老先生的徒弟，就不必了。李公子这么说，是觉得自己比人家闵老先生徒弟厉害，怕是你都不知道闵老先生是何许人也。这个棒槌，人家自己师傅是闵老先生，你快别说了，我都替你尴尬。闵老先生的徒弟多厉害我不知道，但我一定跟他不相上下。李公子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，莫非你就是这样去教太子殿下的？罗尔说打烂他们的脸，难不成李云鹤还能在大殿上打人不成？诸位大人，你们先安静安静，不如先听听李公子为何说不必去请闵老先生的徒弟。李云鹤冲苏大人颔首，以示感谢。李公子，说说看，你有何高见？高见谈不上，因为闵老先生正是家师。此话一出，大殿一片哗然。李公子所言不虚。自是不假，皇上面前岂敢欺君？现在你们可还质疑李公子的能力啊？皇上，不是臣想质疑李公子，我们谁也没有见过闵老先生的徒弟，更是不知道李公子是否有真才实学。这是臣写的策论，请皇上过目。曹公公走下来接过。李云鹤可以啊，准备的还挺齐全。笑声在大殿里十分的清晰。好一个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可不是嘛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。李云鹤啊，不愧是最年轻的丞相。等李老丞相下岗后啊，他可以直接接手。李公子，听闻闵老先生有一篇特别有名的策论，不知朕能否看看啊？这是师父毕生写过的所有策论，皇上请看。确实是闵老先生的策论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朕听父皇说过这篇策论，可惜那时玉楼国已经被灭了。这是师父最后一篇策论，可惜没有得以实现。皇上您乃是明君，此乃是国之幸事。早朝结束，皇上回御书房后，抱着手上的策论看得津津有味。突然听人禀告：皇上，四皇子求见。好家伙，都几天了，这是想起给我礼物了？让他滚进来，找朕何事？父皇，儿臣是来给洛儿送礼物的。几天了，朕倒想看看你送了什么。四皇子慢吞吞地上前，递出一个小盒子。走这么慢，是太重了吗？皇上打开看了一眼。你就送这东西打发洛儿？你怎么有脸拿出来的？不臊得慌啊？不是吧，就一根普通的簪子，钱都花在杨欣身上了吧？不愧是舔狗，买这么一根簪子送我，实在是磕碜。不是吧，就一根普通的簪子，钱都花在杨欣身上了吧？不愧是舔狗，买这么一根簪子送我，实在是磕碜。父皇，这簪子看着简单，其实不便宜。再说了，礼轻情意重，不能因为礼物衡量我对洛儿重不重视啊。朕是不懂女人的首饰，可不是傻子。你这破簪子只怕宫外随处可见，好意思拿来糊弄朕？还说什么礼轻情意重？念书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会说呀。四皇子抿唇不说话。怎么又不说话了？找不到词来反驳了？父皇，等儿臣有银子了，一定给洛儿买更好的。哼，你看这饼啊，它又大又圆，还跟我画饼呢，和杨欣混在一起，只怕你的钱袋子永远比脸干净。滚吧。好。不等他撒丫子跑，皇上又叫住了他。既然你说礼轻情意重，以后的赏赐你府里减半吧。父皇，您再说直接不赏了。我还指望赏赐来开支呢，早知道就不进宫了。